在穿的时候我都会再想起这件事情一次，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是不是会让其他人来评价我。我会讨厌照相这件事情是从那个人开始的。他们对我的态度跟对漂亮女生的态度不一样，你就是大概知道说我很胖这件事情。然后后来我因缘际会知道说，就是被他们评论，就是说史诗威尔就很丑啊，这样有可能是开玩笑，有可能是无心的，但是就是那个蛮伤人的。Each reflection holds the genesis of a story, offering glimpses into different worlds. We luxuriate in the gentle glow of the water's surface, captivated by the dance of light and shadows within display windows. Reflections are additional eyes, through which we catch fleeting glimpses of our own appearances. Too often, we fail to notice them. We fail to notice the fact that language and actions act as mirrors. When we recklessly judge others based on appearances alone, do we truly understand the indelible imprint left upon their hearts? 我觉得人们都是对自己的外表外形产生不满足感，感到不安、焦躁，感觉不满意。我觉得它就是文明，我觉得就是现代人无法避免的一种通病。我觉得它是一把尺，就是它原本是一把社会或是其他人的眼光在看待你，在评价你的一把尺，然后你为了要去符合他们的标准，对自己的努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把他人评价的眼光转换成对自身要求的一个过程。跳蚤吧，我觉得就是会挠着你的心，是有一个问题一直存在，就是一个坎在你的心口里。因为我原本没有过重，我是小时候有一次跟弟弟回阿妈家，然后就回来就胖了8公斤，然后所以我从大概小3小4的时候就大概知道自己比别人大只很多这件事情，就是从我1年级的时候开始，就是我以前有还蛮严重的皮肤过敏，就是现在还是有，但以前是严重到我整个脸几乎全部都是，就是会不断的有新伤口，然后结痂，然后再掉落形成疤痕之后又再重新形成伤痕，就是又在结痂，一直反复，然后就想象就是我的脸都这样。国中呢，就是我真的蛮印象深刻的，因为他们那一群人有一个群组，他有一次就滑给我看他们那个群组在干嘛，然后就几乎都是班上的人可能比较没那么好看的照片被拿出来笑的。我会讨厌照相这件事情是从那个人开始的。我不是一进到学校就有这个症状，我是上学上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开始有这个症状的，所以我在那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中，就是短短的1-2天里面经历了，就是原本一直跟在我后面说我就是很喜欢我的男生，就是突然在躲我，然后我那时候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可能小学女生几乎都会手牵着手一起走路啊，然后他就是突然不牵我的手，就是他说他妈妈说就是有可能会传染，叫他不要跟我玩这样。然后还有很多原本可能跟我讲，就是大家可能都还蛮正常的聊天讲话之类的，然后结果后来话题全部都变成是就是在问我怎么了这样。那个时候很困扰的是我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又会演变成一些幼稚的男生的玩笑，反正你想过的任何关于斑点的绰号，就是我几乎都听过。然后那时候最大的影响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容貌教育会反映在我们一直对自己的容貌的改善，就我们会试图做一些努力，但我那个时候就是非常无能为力的状态，因为我什么都没办法做，我到高中都没有办法好好的看着前面走，
就是我只要在路上走，一定都是低着头。这个东西引有了，就是我几乎整个学生时期。就是我之前不是有跳舞嘛，然后我们跳舞就是有一个 group 就对了。然后后来我因缘际会，就是知道说就被他们评论，就是说哦，史诗威尔就很丑啊，这样有可能是开玩笑，有可能是无心的，但是就是那个蛮伤人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蛮难过很久，而且有那种漂亮朋友，就是我就是曾经被利用来接近我朋友的那种中间人，然后就觉得很。他们对我的态度跟对漂亮女生的态度不一样。然后像是那时候我有个好朋友，她就是那种真的很漂亮的女生，然后她的手机里面就是永远都会有讯息，然后永远就是一些，即使是我们的共同朋友，我们在见面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玩得很好，好像男生女生大家都玩得很好，可是私底下回家之后，我的手机不会有讯息，可是她的手机永远都会有男生的讯息，你就大概知道说哦，还是不一样。然后我跟这些男生是好朋友嘛，然后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其实你个性也很好啊，你如果瘦下来的话，你一定会很好看。他们也是很真心的在给你个建议或干嘛的，可是他就是会跟你讲说，你长得也不差，你个性也很好，你瘦下来的话，一定很多人要追你。可是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没有人要追你。backhanded compliment， 你知道吗？就是想要称赞你，但是其实不小心骂到你了的感觉。那些以关心为名的伤害，可是我觉得其实是最可怕的。就是有时候因为我吃超级多的，他就会说好了，不要再吃了。那时候我跟他说，我今天看得怎么样啊？就是蛮吃。他说看起来很胖，或是那种，其实他就是讲实话。而且他有时候讲完还是我就生气，不要讲我胖，你讲我胖了。然后他们就会说，我跟你说这是实话啊。然后那时候反而会让你就是我也知道是实话，但是我就是不想听嘛，就会整串很烦躁。那时候就我有一个喜欢的人，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就是你可以刘海可以薄一点啊，头发有点厚重，然后或者是说可以去选一下穿搭啊什么之类的。开始他传给我的时候，我其实还蛮生气，我就觉得你干嘛一直批评我的刘海是怎样？我那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舒服，就直接骂回去，我说你干嘛一直想要改变我什么之类的。他就有道歉啦，然后他就说他不是想要改变我，只是希望我变更好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妈屁话，也可以算是都是受到别人的一些话，然后让我觉得哦，我有这么糟吗的那种。我觉得我成长应该在于就是我多了2个让我很确信的事，一个是我很确定我现在在迎合的标准不见得是我自己想要的，就是可能是别人给我的。然后第二个是你喜欢你自己的样子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标准，你在你自己眼里的样子是舒服的，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会在这2个前提之下去做一些有限度的改变，比如说眉毛这件事情，就是我知道就是大家说要化妆可能是社会要求，但是可能就是我有眉毛，就是我看起来比较精神，就是我自己也比较喜欢，就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虽然也不撇除就是可能有些社会影响，但是至少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让我自己舒心，那我就去做，就不过度极端的去迎合，但是也不排斥去做出改变。我其实是不接受的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没有下定决心去改变。就说你还是要接受，每个人都不是开朗，可能会就是你必须要接受一部分忧郁的自己，跟一部分不开心的自己。可能某些半夜还是会为了我自己身材不好，或是长很丑，或是交不到男朋友这件事情伤心，但是就是睡觉起来，我还是正常的那个我，不是很在意爱情，不是很在意健康的。我是觉得追求美是无止无尽的一件事情，但它不一定要成为焦虑，它可以成为是一种追求。看你怎么思考吧。有些人的确会越来越焦虑，但是你也可以是你解决了之后，
你用一种正向的心态去看待它，因为追求美丽不是一种错误吧，就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对，是健康的生活心态，或一种焦虑的生活心态。化妆使我快乐，因为让自己变漂亮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觉得要去深究的是，就是你对你自己要求，你产生对你自己的要求那个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你自己真的有这个渴望，还是因为社会加诸了你这样一个你必须要去迎合的标准，所以才让你产生了那样的要求。 Words and actions, mirrors they become, reflecting our body image from within or from others, be it like under the clear sky's reflection, in evening's fade away, in lakeside tranquility, amidst the rain's embrace. Whatever emerges from that reflective surface, it's you. Each person reflects themselves and reflects others. May we embrace each other gently and tenderly.